俄罗斯为何提醒美国将月球轨道器设计的与俄罗斯航天器进行兼容？又为何点名中国要帮助美国？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人类对天空宇宙的向往已经持续了数十个世纪，这些有关空间的探讨无疑是困扰全人类的课题。所有理论成果都将汇编成册，写入记录人类伟大思考的书籍之中。尽管有名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劝导世人不要多想，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宇宙的探索不再停留在理论与实验层面，而是逐步付诸实践。所谓实践得真知，与其无限假设或制造无限接近真空环境，都不如全副武装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与观察。也许一些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就会被自然而然的习得，这就需要参与实践的一方拥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基础，铺垫好通往浩瀚宇宙的科技之路。作为打造登月第一人这个全民迷梦的科技大国，时隔半世纪，美国心思又起，想再次画个大饼，圈住更多的人，管住更多的人，提出了重返月球计划阿尔忒弥斯。这次不像60、70年代可以说干就干，美国上天也要和中俄商量商量。对美国来说，其中酸楚自是说也说不完。虽然俄罗斯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德米特里·罗戈金对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并不看好，但是两国毕竟多年的竞争伙伴，就算大小问题上各种不对付，但是在人类发展、宇宙探索方面，多少体现了一点共同体意识。罗戈金说，他在阿尔忒弥斯计划上看到的是，该计划主要追求的是美国目标。因此，当美国宇航局局长称将俄罗斯视为重要太空伙伴，并希望分享俄罗斯的深孔门户项目，以谋求月球轨道器的一些便利时，俄罗斯航天局表示只接受以平等的方式参与该项目的建设合作。这样看来，美国重返月球还需俄罗斯助阵，而俄罗斯看起来也有自己的考量。话虽如此，塔斯社12月15日报道温馨提示，美国在开发月球轨道器的时候，考虑到与俄罗斯航天器的兼容性，否则一旦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即使俄罗斯有心施以援手，也因无法使用美国的月球轨道器而难以到达美国等待救援的地点。这一点其实在美方提出合作意图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但是谁知道提出合作的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最后又将药给谁吃呢？执行官罗戈金对俄罗斯的决定有所解释，并非与美在地球上的关系有所缓和，而是太空过于遥远，没有人能够把地球上的2、3事拿到太空去说，至少目前是这样。毕竟俄罗斯也并不一定要与美国合作，此前中方也曾对俄提出与欧中共商月球合作计划。如今我们收获满满的嫦娥5都快回来了，与我们谈合作显然更吃香一些。对此，罗戈金也提醒了一句美国宇航局局长，他说，万一美国宇宙飞船在月球轨道上发生了什么，只有俄罗斯，我希望中国也能出手为美国机组人员做点什么。你们说这笔买卖该怎么做？美俄两位登月老手为何急于伸手中国月土样本？我们的样本更香吗？香在哪儿？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此次嫦娥5号的登月项目一经落实，就立即引起了多地反响。其他不具备登月条件的国家就暂且按下不提，就说在登月项目上，与我们位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国家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一听说嫦娥5号发射成功，就急于伸手表态。俄罗斯探月负责人表示，希望能从中国的探月项目中获得月壤样本。对这位同道中的老大哥，我们是很少提得起什么脾气的。更何况，早在今年7月爆出嫦娥5号背负挖土重责，将于年内升空的消息时，俄罗斯航空负责人德米特里·罗戈金就曾12分诚恳地与中方握手，表示中国绝对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已经与我们共享了月球勘探计划。虽然中国方面未曾透露相关消息，但也没有急于否认不是。而美国作为星际大战发祥地，他们的重返月球计划也是颇令人关注的。其实美国航空局与俄罗斯方面有着20多年的国家太空计划合作史，虽不能详尽了解其中具体的内容，但是目前来看，这两位航天前辈的计划已经隐约有着分道扬镳之势。所以当罗戈金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是否有兴趣与美国合作重返月球计划，罗戈金十分直截了当的一口回绝道，说实话，我们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我觉得他们的计划脱离了互相合作与支持的原则，而是想搞北约的那一套。如今嫦娥5号返航在即，美联社12月13号报道中提及，此次嫦娥5号的探月工程所带回来的岩石及其他碎片，都是深度钻探到月壳之下取得的样品。众所周知，正如地壳分层无数，越往下年代越久远，月壳也是如此。所以据估计，嫦娥5号带回来的月土可能比美苏带回来的年份要早个数十亿年。相关成分研究可提供的不仅仅是月球本身的环境与历史，是否或如何能够变得宜居，
甚至能够一探太阳系一些其他存在的历史，从中深刻了解我们所处的星系。这也难怪美俄如此急于伸手。此外，在嫦娥5号登月的背后，4号的发现也功不可没。美媒反转网12月14号报道称，迄今为止，在中国所有的探月发射项目中，嫦娥4号也许应该得到最佳启发性这一评价。它是全球首个运往月球暗面的发射任务，并进行了一系列直接测量，整个科学界都为之动容。这被认为是2020年中改变一切的时刻之一，也将是未来登月的主要目的地，用以验证月球是否存在水冰。这是一种月球上生存、获取动力所必须的资源。美国国安部出现安全漏洞，究竟是谁的错？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12月15日，美国媒体报道，周一，美国国安部受到数字间谍活动打击，俗称黑客侵扰。他们相信这长达1个月的黑客行动得到了俄罗斯方面支持。报道称，此次被入侵的网络管理软件系统属于美国太阳风公司。该公司14日提出的备案报告中称，据估计，仅有不到18000个客户受到了黑客影响。在全球超过30万个客户群中显得，虽仅有不到1成，但也蔚为可观。而且目前看来，美国国安部作为30万之一，也不幸落入网中。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性媒体《科技时报》则点名道姓地指出，黑客是来自俄罗斯的 NPT29 舒适熊。报道称，他们截取了美国国安部电信与信息管理局的网络邮件以及其他重要材料信息，在嵌入病毒之后再发出。由于五角大楼与白宫都在遭到袭击的太阳风网络软件的服务范围，所以美国机构实实在在的由里到外都戒备了起来。APT 是什么？是早期的俄罗斯黑客组织，被称为花哨熊，舒适熊则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据称，这是网络业界目前已知的信息安全威胁中最危险的一个系列。那舒适熊究竟图什么？目前，美国财政部、国安部、电信局都已确认收到来自经手被袭击网络软件公司的病毒邮件，并未透露被植入病毒的是哪些邮件。但是这3个部门都声称他们涉及高度机密，所以黑客是来做什么的，似乎就很清楚了。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碰到网络安全最有发言权的，当属至今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的网络货币比特币。据加密货币行业新闻网 Quicker 拉挂14日报道，网络货币玩家们迅速回应了俄罗斯黑客入侵美国重要部门的消息，并狠狠扎了美国的网络安全管理者的心。比特币应用程序官推取笑美国财政部说，如果你使用比特币，你就会了解到比起美国财政部更信任 SHA-256 算法。业务负责人丹赫尔德也说，比特币永远不会被黑客入侵。首席执行官泰勒·莫纳汉则是此次美国被黑为笑话，认为黑客问题是由财政部内部引发的，这话就严重了。可反映出美国2020年的印钞量超过过去印钞总量，这种不正常的操作必然是导致财产安全出现漏洞。但是谁让你们印那么多钞票呢？撇开这些林林总总的报道，有时候评论才能看出这件事情的真正含义。定位缅因州的美国网友 Mazikas Nazatinan 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说道：“我接触的军事科学研究告诉我，我们可能会遭到更为严重的打击。现在的美国正在经历的是由一个不稳定的白痴切换到被一群养老院来的手持权力的笨蛋们包围中的宣传代表。是我们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不行，我们遇上大麻烦了，伙计们，真正的大麻烦。”